look. Martha Gellhorn. The View from the Ground. She wrote that you only ever truly love one war. After that, you're just doing your duty. Which one was yours? Bosnia, without a doubt. The fight to survive by the Bosnian people against a perfectly equipped army stole the hearts of all of us who witnessed the extermination.感谢你点开我的视频。想做这一期节目很久了，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开始，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风云变幻，二战后的我们似乎仍活在局部地区鱿鱼，反正今天不会下在我家的侥幸里。随着局部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哲学家们已经开始坐不住了。 So I'm not praising Palestinians. I'm just saying see their situation on the West Bank. It's they are in a limbo. It's a tragedy. 今天就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的另一端。请问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漫画时的经验和感受？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描绘自己幼时初次邂逅超人和惊奇队长们的迷人场景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偷偷把一本惊奇队长藏进书包，悄悄在公车上、被子里或者教室后排阅读时感到的那种兴奋。此外，漫画通过直接的表现方式，既富有吸引力又稍显夸张的图文结合，一方面既看起来似乎是无可辩驳的真实，另一方面又显得极为亲近、触手可及、倍感熟悉。在我看来，漫画仍然以迷人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凸显那些无法以其他形式表达的东西。它远胜过例如动画电影或幽默连环画，这些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也许是那些不被允许说出或想象的，他们挑战了惯常的思维过程。这些过程受到各种教育以及意识形态压力的监控和重复塑造，那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感觉到漫画使我自由地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想象和观察。想必看过漫画的读者或多或少都能理解这种感受。相较于最初接触到漫画的那个年纪和环境里所阅读过的其他纸质媒介，例如课本、青少年名著等等，这样一种视觉的讲述方式是如此的不同，似乎只需借助很少的语言，仅凭借作品中对于外观的描摹、各色人物、各类环境、各种情节，无一不跃然于纸上，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也许也是为什么漫画经常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因为其更贴近直觉和经验的讲述方式。然而，如果将漫画与其他类似的以图像为主的媒介，如传统绘画、摄影、影像相比，仍然是与众不同的。在拥有文学性的叙事的同时，兼顾图像的抽象性和可供遐想的空间。诚然，因为这些特点，在如今的消费和控制社会之中，喜闻乐见的漫画本身已不免成为意识形态最富成效的捕获装置之一。风靡全球的漫画中最流行的类别大概仍是冒险和幻想，或有些中世纪浪漫骑士小说的意味。但是，正如萨义德所提到的，漫画这一形式本身作为另一种讲述方式不可替代，因此仍然保留着颠覆或者某种革命性之可能。正如其他讲故事的方式，文字、绘画、摄影、影像作为一种形式或工具本身具有一种中立性，
如果形式与内容真的可以被分离的话，就如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电影，既可以是控制大众的工具，也可以是策动政治化审美的先进技术。今天要介绍的漫画家，虽然他本人更喜欢自称卡通画家，乔·萨科的作品正是这另一种讲述方式的代表之一。之前所提到的萨义德关于漫画的引文，正是来自于其为萨科著作《巴勒斯坦》所撰写的前言。而另一位鼎鼎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曾为他的另一部著作《安全区格拉日代》撰写前言。这当然与其创作的主题大有联系。萨科的漫画以聚焦战争和冲突现场的新闻写作为主题，这在漫画类型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便光是非虚构这一点，纵观整个漫画历史也是凤毛麟角，更不必说新闻漫画这一由萨科以一己之力创立的类型了。但新闻漫画一词也许稍有歧义，萨科的漫画中呈现的并非是具有时效性的战地冲突报道，或类似于传统新闻报道中辅佐文字的新闻摄影。在这里，新闻一词更多是指深度报道以及田野调查，形式上更近似于口述历史和纪录片。萨科最知名的几部与战争和冲突有关的作品，《巴勒斯坦》叙述作者于1991年底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运动的尾声时期，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见闻和对当地居民们的口述采访。在另一本令作者名声大噪的著作《安全区格拉日代》中，萨科在波黑战争的尾声1995年来到离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不远的东部城镇格拉日代，一个即使已被联合国界定为安全区，在战争中却被塞尔维亚占领区围困并且伤亡惨重的飞地。而最后这一本与另外两部作品相比相当晚近的著作《加沙注脚》中，萨科的叙事技巧在不断精进的同时，政治立场也有了不小的改观。如果说在巴勒斯坦中初出茅庐的萨科仍然在尝试以中立的新闻态度进行记录的话，此时的萨科已然坚定地站在了鸡蛋的一侧，且与前两本作品的战地报道不同，加沙注脚的主题以口述历史为主，聚焦并深入调查了1956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城市汉尼尤斯和拉法犯下的战争罪行。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萨科的著作，或者对所谓新闻漫画感到好奇的话，出版于2001年的《巴勒斯坦》是难以绕过的经典。虽说完整的《巴勒斯坦》出版于2001年，其实起初整部漫画是从1993年至1995年以连载的方式分为10个部分，在另类漫画出版社的刊物上连续刊载的。终于在最初发表的10年之后合为一册出版，并由萨义德为其作序。这本漫画因此开始接触到更广泛的读者，甚至是并不关心巴以冲突的普通漫画读者。而令人五味杂陈的是，根据英国卫报2023年12月的报道，因为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这本书在最初出版的30年之后再次售罄并紧急加印。一提到新闻报道与关于战争的艺术作品，也许观众下意识联想到的会是主题严肃和悲愤的作品，如克勒惠芝的战争组画或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然而只需浅浅阅读一章巴勒斯坦，读者就能发现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叙述主体主观视角和心理活动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讽刺的距离。书中充斥着的自反性，以及对自身代表的西方局外人视角的不断嘲讽，这些讽刺在少数时刻甚至显得有几分犬儒。开篇作者在埃及和耶路撒冷的夜生活中歌舞升平，拉姆安拉巴勒斯坦记者的犬儒言论，以及单页呈现的一则巴勒斯坦笑话，而这些显然在前述公认的艺术史经典和文学名著中极少出现，也许这来自于一位漫画家的职业习惯。然而纵观全篇，这些都是萨科竭尽全力生活化与自然化巴勒斯坦形象的尝试的一部分。漫画中那个戴着一副滑稽圆眼镜却从不露出镜片背后真实目光的萨科显得如此犬儒，正因为这便是国际社会的态度，而巴勒斯坦人的真实生活和其中的挣扎与困苦、愤怒与无奈都以一五一十地记载在了这本漫画之中。大多数读者在看完之后大概都无法忘怀那些围坐在几平米见方的客厅之中接受采访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如此的热情好客，毫不吝啬家中的茶点与美食，即使他们早已食不果腹。一整家人都住在拥挤的破旧的陋屋之内，
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的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自身处境又是如此的呼应，甚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也以某一种形式出现在了第1章之中。这种笔头看似充满讽刺，实则以另一种方式强调团结以及共在的特点，很难不让人想起著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他的非虚构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这绝非巧合，同样是英国《卫报》在2009年一篇题为 Isless in Gaza 的采访中，萨科透露了自己的影响来源乔治·奥威尔和老伯鲁盖尔。这也许是对巴勒斯坦以及萨科其他长篇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最精炼的概括，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萨科的作品。在那本著名的西班牙内战回忆录中，奥威尔同样使用有些嘲讽又有些诙谐的笔触讽刺战争本身以及敌我双方。越是愤怒与无奈，笔锋就越是诙谐和讥讽，即使再善于讽刺的作家也写不尽战争的荒谬与可笑，这在萨科和奥威尔的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讽刺的距离并没有阻止两位作家，尤其是奥威尔身体力行深入冲突的腹地。促使萨科动身前往巴勒斯坦的，莫过于一种同情心。即梁文道曾在《1001夜》第126期介绍巴勒斯坦作家萨利努塞贝尔的曾经有一个国家时提到过的同情，首先是一种好奇心，中东究竟在发生什么？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这么一位在当时还籍籍无名的小漫画家前往西岸和加沙，而产生好奇心的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巴勒斯坦形象在主流话语中的缺失。萨科在很多采访中都提及，包括《巴勒斯坦》一书的末尾，当他面对质疑为何只从巴勒斯坦的角度报道冲突，只描绘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他都是这样回复的：从小到大他接受的教育，小时候在澳大利亚，之后是美国，所灌输的早已都是以色列的视角，一种早已内化了的潜意识，即巴勒斯坦人作为恐怖分子以及极端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而这一刻板印象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巴勒斯坦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形象总是与恐怖主义袭击的新闻事件一起出现，即使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新闻报道往往是客观的、中立的专业新闻评述。然而，正如齐泽克在2023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备受争议的开幕致辞中提到的，人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或者分析所谓的中东危机或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对于历史和语境的掌握至关重要的，却往往被一笔带过。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恐怖袭击和所谓恐怖分子的产生？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与对既定主流答案的质疑，往往被指责为犬儒亦或反犹主义。在过去的1年中，北美各大高校官方都是如此指控校园内的 BDS 抗议和集会的，而萨科的漫画见长的正是填补这一份名为巴勒斯坦叙事在西方话语中的空白。萨义德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所尝试的，就如同奥威尔始终在尝试粉碎那些对革命和前线民兵的风言风语，那些诽谤来自从未真正参与过战争、了解过前线艰难处境的后方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维埃政权及其口舌的攻坚与恐怖清洗。奥威尔和萨科作品中对于战争和冲突之中生活的重现，则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读者注意那些在战争奇观中沦为注脚的活生生的故事和经验。悲怆的母亲回忆着自己只要及时送诊就可以化解生命危机的孩子，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夜间的宵禁、以色列军队的路障或者是医疗资源挤兑，只得亲眼目睹着小儿子因失血过多而缓缓死去，最终却无可奈何。老布鲁盖尔的绘画对巴勒斯坦中种种场面的调度同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观看萨科的这幅对开页大画，全书中少有的没有任何对话框的构图，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老布鲁盖尔的文艺复兴名画《狂欢节与四旬期之争》，描绘荷兰南部节日庆典与世俗生活场景的一幅全景图，都以城镇聚居地的一小块空旷土地或广场作为主要场景。而讽刺的是，加沙城镇中的马路和空地出奇的多，
是为了方便以色列军事车辆通行。书中也有提到，以色列军方有时为了拓宽马路，直接铲平了沿路的居民建筑。图中展现的加沙小镇在一夜戒严和暴雨之后，在第二天清晨重新恢复生机。前景是妇女们带着孩子上学，另一手挎着篮子或布袋，可以想见他们在送完孩子后的下一个事项，赶去集市。在中景画面的中心是一个废弃的垃圾箱，装满的生活垃圾溢了出来，被遗弃的原因不明，也许是在大起义中被当作了开阔空间中的掩体和路障。中景的左边是房屋门口站立的2个戴着库菲亚围巾、看上去无所事事的男人。这在当时是极为常见的场景，因为大起义，以色列限制了工作签证的发放，导致巴勒斯坦的失业率急剧上升。中景的右侧则是聚集在一起玩耍的学龄前儿童，大家在泥地里游戏，看上去无忧无虑，看着前面的2辆驴车赶着干粮或是货物赶往集市。远景中是更多的孩子以及居民们或绕过或趟过水塘，从泥泞的小路走向同样泥泞的主干道。纵观整幅画面，引入观者印象的是城镇街道的规划以及建筑的样貌。低矮的水泥房顶铺着临时的棚顶，用大石块压住顶部，以防止被风吹走。与500年前老布鲁盖尔描绘的欧洲小镇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但画中的城市和人物同样的鲜活。而萨科的作品不仅能在静态画面中展示地域的生活风貌，也极好地运用漫画的叙事来描绘不管是绘画还是影像很难呈现的题材——口述历史。在他的第1部作品中，萨科就以有意识地运用漫画的独特形式去琢磨口述回忆。在此仅举一例，他是如此展现一位加沙成年男子被以色列警察和安全局监禁和逼供的回忆的。每一页都被分成了许多封闭的小格，主人公被困在这一个个小格中，忍受着禁闭和无望的恐惧，被禁止入睡的煎熬和过度疲劳后出现的幻觉。受访对象回忆中的经历被呈现的是如此具体，其中的一部分恐惧与绝望都传导到了读者的感官和身体。当然，漫画作为一种讲述方式仍有自己的极限，作为一种再现或表现方式，漫画只是一种中介，其所欲传达的体验或震撼永远要比媒介本身实际传达的更直接、更冲击、更露骨，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人们真正开始摆脱主流媒体叙事和意识形态操纵的起点。感谢你看到这里，好漫画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我是小璇儿，我们下期再见。